离403野战集结地还有400公里。 你们辛苦了。郝副旅长，你吓死我了你！郝明啊，不错啊，幸亏是你们俩飞，要不这觉我还睡不踏实呢。什么叫幸亏是我们俩呀？本来就是我们俩嘛。本来旅里还有人反对你们俩参加这次演习呢。哎，对，郝副旅长，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？哎，我盼望这一次演习不是1、2天了，这个人也够坏的了。 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回去要跟他理论理论，他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女飞行员啊？是的，是有那么点。他们是不是坐我们俩的直升机就浑身紧张、血压升高、脸色苍白啊？没错，原来是有那么点。哎，郝副旅长，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？下一次他要是敢坐我的飞机的话，我就一脚把他蹬平。是我。 老杨，编队情况怎么样？好，一切正常。江海在什么位置？他们在这儿。 陈东阳，我是葛东阳，前方马上进入红军防区，我去前方巡航，你们保持护航编队不变。拐东两明白。这次参加西域风暴的演习单位，好像都不是西部战区的吧？没错，你看，好像是东部战区的野战部队。会是哪个集团军呢？哟，不会是我们老部队 A 集团军吧？ 保密工作做得很严，看来只有交上手了，才知道谁是谁了。哼哼。宋大队，宋大队，咱还有多久能到啊？这都睡了好几觉了。别急，还有60分钟。好，辛苦了啊！1911报告，前方发现红军机群。报告，红军武装直升机
络红军机群继续向我方靠近，一旦进入对方有效射程，向我方发起攻击，整个机群编队将会发生混乱。拐动幺请求先敌攻击，拐动幺请求先敌攻击。谭副旅长，我们已经进入了红军防区，红军直升机拦截意图非常明显。我们如果避免交战的话，得马上改变航线。如果再有20分钟的话，我前方侦察机就将跟红军直升机相遇了。大哥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。现在连对方是哪支部队都不清楚，万一打错了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。是。沟洞幺，我是沟通3，发现蓝军武装侦察机2架，已进入我方区。沟通3，不要犹豫，进入我导弹射程之内，立即开火。沟通3，明白。报告，红军武装直升机继续向我靠近，已展开拦截队形。发动雷幺，拐动幺报告，红军即将对我实施拦截作战，再不开火，前方侦察机将要遭受攻击。镇幺911，拐动幺，马上实施导弹攻击，请你让出弹道，请你让出弹道。直1911，吃饭。是江海他们跑前面去了？是拐动幺编队到达前锋位置。老姚，如果江海他们在前面交战，大编队飞行绝对不能通过交战空域，必须改变航向，迂回前往403。现在突然改变航线，向北是天山山脉，向南是演习中心区域。沙漠里中红军的防空部队全都部署在那边，而且也会打乱机群队形呀，这太危险了。怎么是直实攻击直升机？不会是陆军1号过来了吧？报告，沟通3，我被蓝军导弹雷达锁定。像是我的直觉啊，是左童军？不可能。好吧，我来个鱼死网破，再过2000米就是我们的导弹有效射程。报告，红军直升机番号查清。前方拦截我方的直救武装机群属 A 级叛军陆航团，信息语音自动识别，系统确认，是该团团长左同军，大队长严登生。是左旅长，左旅长怎么会在这儿？拐动幺，情报侦察显示，你锁定的红军持久战机机长是左旅长左同军，马上停止攻击，马上停止攻击。拐动幺，停止攻击！对方飞行员是左同军左旅长。连长，那他说什么？左同军是左旅长吗？少废话，管他谁呢！马上停止攻击！马上停止攻击！400、300、200。拐动幺，停止攻击！对方飞行员是左旅长左同军，打的就是他左同军。沟洞1被导弹锁定，你指挥。
拦截战机啊，已经被我击落一架，击伤一架，友军战机已经溃散，已经撤离了作战空域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按照原定航线飞行。按原定航线飞行。Yes。哎，小林阳，这功劳可有你们家小王子一份哦。你以前的梦中情人功劳也不小。嘿，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心酸呢？好运有两个。幸好我们打得果断啊！再晚2秒钟，他就进入有效射程范围内，到时候谁把谁打一个没机会。王子，看见了吧？红军那边也都不是吃素的，冲着我们急军过来，一点都不含糊啊！哎，师傅。那到底是不是土旅长啊？是这，可能是吧。哎呀，我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可得给我作证啊！还说不是故意的呢？刚才那句什么“我打的就是你左红军”，谁喊的呀？我喊了吗？不可能吧？打死我也不敢说呀。反正呢，要不是你不认账，要不就是你疯了。哎，咱们飞行记录仪上面都有。怎么回事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差半秒，我导弹就打出去了，可是还是晚了一步。真晦气！是没错，但究竟是哪个团的呢？我怀疑是陆军1号做的。营长这打得真漂亮啊！走，在前面走。营长，小兵，营长，祝贺你啊！没什么好祝贺的，下手这么狠，出手这么快，向江海这个特来了。那绝对不会。我前天刚跟刘小斌通了电话，他们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想，前天还在家待着，今天就跑到大西北跟他打对抗，这可能吗？而且，一支港口正在扮演总部首长敢让他们出。要说非支持下手这么狠的，有可能是一团支持大队的汤军。营长，真没想到，上来就干了个满堂彩。大编队转场，全把牛脑袋他叫满堂彩。怎么了，营长？他们营区在哪儿？在前面100米。哎，营长，哎，飞哥，先别问了，咱们回头再说。走吧。走吧。要真是他们过来了，19对支持，这可差着一代呢。是啊，早知道对方是支持，我们就不这么打了。他们还真是够狡猾，把2架支持9侦察机摆前面忽悠了，快照面了，突然换上来支持了，还真是措手不及。从飞行动作上来看，还是江海的劲头。只要是被他锁定，3秒钟之内肯定出手。那更不可能了，旅长，你可是他顶头上司。上回咱们跟 D 集团军作战，他就把你打下来一回吧，这回他还敢故伎重演？再说，你不是马上就要去陆军1号上任了吗？他不想活了。唉，这半年之内是老子最倒霉的半年，半年之内让人打下2次，这要在战场上早就粉身碎骨了。去打对打，到底是哪个团过来的？你别让我碰上，碰上我下次狠狠揍他。是，你也别生气了，旅长，吃饭去吧。没心情吃饭，你去吧。哎，营长，梁营长，我们营长叫你晚上过来吃饭。算了吧，哎，别介，
这都已经准备着呢。去，哎，别，一起去做。江海，上车。干嘛？干嘛？今天这货你闯大了，叫你停止攻击，停止攻击，你就是不听，还是把导弹打出去了。唐代参谋长，那他们就该打，谁让他们胆儿那么大，过来拦截我们陆军1号？对付这帮小子，就得先下手为强，让他们知道，敢跟陆军1号叫板，那是找死。你闭嘴！你知道他把谁打下来了吗？不就是红军的直9吗？他把我们陆军1号旅长、1号首长左同军打下来了。营长，不是吧？上次不是把他打下来过了吗？怎么这次又打下来了？少说两句。上回他是在D集团军代职，不知道对方是谁，用地空导弹打下来的。那次他是真不知道是谁，也算说得过去。这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明明知道是左旅长，还说打的就是你左同军。哎，我说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？啊？走吧，跟我去演习指挥部。去指挥部干什么呀？不去。去找左旅长啊！当着他的面赔个不是道个歉。我告诉你啊，毕政委也在这等着你了。哎，毕政委已经到了。到了。他是跟机关指挥所一起到的。小海，你去是不去？哎呀，哎呦头疼！哎呀，哎呦头疼！哎呀头疼！哎呀！江海，你没事吧？庞副旅长，他脸色都发白了。你是不敢见左旅长是吧？怂了吧？有本事别在天上使啊你！行啊，你就蹲在这儿头疼啊，使劲的疼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左旅长过几天就到任，你呀吃不了兜着走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啊？你真是那么说的？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。要是不把他打下来，等他进入有效射程，那我就完蛋了。所以我想，反正是打仗，先把他做下来再说呗。硬。哎，是你把他打下来，又不是他把你打下来了。看你丢了魂似的。那人家是旅长吧？哟，你疯子还怕这个啊？旅长被营长打下来了，那应该是旅长丢人啊。哎，你少说两句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呀就别营长、旅长、旅长、营长的了，饿不饿？哎，到我们特战营家门口了，晚上就别走了，留下来吃顿便饭啊。你这能有什么好吃的呀？粥抓饭。看什么呀？别看了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团长，吃饭吧，不然饭凉了。知道了，走吧。是。没吃啊？
不啊。打听清楚了。哪个单位？你说的没错，是陆军1号。江海。是的。你看我这直觉。哎，你说我直觉灵不灵？灵。我是不是他师傅？是不是团长？是。我现在还是他旅长呢。你说这小子跟我装傻充愣啊？是。他打我跟打他家孩子一样啊！团长，你消消气儿啊！哎，你消消气儿。红蓝军对抗嘛，这多正常啊！有胜就有负，是吧？咱们去拦截人家，人家肯定要反制我们呀。再说了，他们是3代机，咱们是2代机，这差着1代呢，败了也难免。哎呀，不是说咱们无能啊，是对方的装备太先进了。嘿，你倒是挺心宽，啥事儿不愁啊？愁啥愁啊？我们也要马上列装值时了。团长啊，等我开上值时，这1件值头我给你报了。啥1件啊？2件，2件好不好？对，2件。哎，你说这蒋海还真有意思啊，6架直9摆在那儿，别的他不打，专捡你下手，还真是深仇大恨呢。你啥意思？团长，这饭都快凉了，要不你赶紧吃着，我传达个事儿。说，演习指挥部啊来通知了，让咱们去参加军事协调会，布置明天的任务。还有，陆军1号的庞副旅长和毕政委也到了。我还有脸去啊？那有啥呀？面子没了，咱里子还在呀。是，你虽然这一次是被陆军1号打下来的，但再怎么着，你也是空中突击旅的旅长啊，是吧？江海的再牛，他也是你的手下，你收拾他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啊。哼！现在就去啊？啊，是，他们都等着呢。那也别吃了，走吧。把饭收了，走吧。哎，老薛，老薛。哎，刘总。哎，你不是要考资料吗？怎么这几天没见你啊？啊，老婆住院了嘛。哦。机器已经搞好了，你把 U 盘给我吧。哦。我把事情忘了。路遥的意思啊，他也看不懂，要不要没多大意思。他再跟公司说说，这事情就算了。那他不准备起诉我们了？哎，我又做了做他的工作，他答应我呀，再做一下谭小姐工作，争取把这事情缓和一下，让咱们先干起来。这个陆总转得够快的啊！哦，这2天我不是又请他吃2顿饭吗？那太好了。哎，真挺香的啊！太好吃了。来，多吃点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手抓饭应该是用手来抓呀。你用手抓就是了，又没人拦着你。要是我们家小王子在就好了。哎，没事啊，这个可以打包啊，管够。那都不用了，我替他多吃1口就行了。天天喊着减肥减肥，没看你少吃1口。你比我吃的少啊！回头我告诉洪生哥，你在外边一点不注意形象。说什么呢？洪生，你跟洪生？江营长，我和画明姐现在跟你已经没关系了，她跟洪生哥正无人机之恋呢。吃你的肉吧。江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庞副旅长在预警机上听到你开火了，在那傻了半天呢。后来说出了一句话，你猜是什么？他能说什么？唉，听天由命吧。
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要不是我们今天当头一棒把红军的这个拦截给击溃了，我们要么就是被打散，要么就得绕道飞行。到现在能不能到还另说呢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哎，你们谁知道下一步行动是什么？我听说是配合 C 集团军攻占沙漠绿洲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大队长说的呀。今天晚上与叶航说，我们大队啊要出动2架直19侦察机深入沙漠腹地展开侦察。那不在那个地方作战，那干嘛要去那边侦察呢？有道理。同学吧。左队长啊，你过来吧，到这里就坐，这才是你的位置吧？不是，哎，左队长，来，哎，来，过去，走。听我说，左旅长今天是代表我们 A 集团军参加演习的，对，那是我们红军的人呐。哎，左旅长被你们扣留几个月了，害得我们群龙无首。左旅长现在弃暗投明了，红军不败的神话已经被打破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左队长入座。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左队长，你不是说要慎始慎终吗？是啊，这最后一班岗还没站完呢。哎呀，来，你还得到我那边坐着啊！哎，我说你们 A 集团军讲不讲道理啊？左旅长现在是我们的旅长，请左旅长入座。欢迎！来，什么你们的旅长？哎，那我倒要问一问了啊！是哪个旅被左旅长打下来的？啊？你可真行，你这是帮我啊？没有啥呀，你恐怕别人不知道我被揍下来啊？不是这意思，啥不是这意思？我就坐这儿，来，老总，来。嘿，我说这可真有意思啊！一个刚刚被斩下马的败军之将，就变成香饽饽了。这红军不愿意放，那蓝军还拼命的抢。左旅长，您这可是虽败犹荣啊！你就别这样了啊，还是先回到自己红军的位子上。是，马上要开会了。哎，左旅长，哎，左旅长，哎呀，行了，起来！坐下吧，开始。现在咱们开会啊，到今天下午5点30分，陆军1号最后一架运输机在403野战机场的跑道降落为止。西域风暴演习第1阶段的任务全部结束。啊，刚刚集结完毕，怎么就结束了？看来有的同志对这次演习的目的还不是太清楚。那好，那我来告诉大家，从筹划这次演习的第1天起，总部机关就有明确的要求。这次的演习不设预案，是全程考核。因此，演习指挥部决定，从各单位接到演习命令的第1天开始，考核就已经开始了。这次第1阶段的考核任务是远程机动和准时全装全员的集结到位。这么说，我们已经被考核了？幸亏咱们及时赶到，没耽误事儿。哎，怎么早说一声啊？我们还有一营在路上呢。今天会议有2个内容：一，由演习总指挥总结和点评第1阶段的演习情况；二，布置下一个阶段的任务。下面我们请总指挥点评。我先宣布考核成绩，然后再做讲评。
这次远程机动考核，第1名，陆军1号，也就是我们解放军中最年轻的一支有建制的部队——陆航空中突击旅。第2名，A 集团军。第3名 ，C 集团军。也算是第1名吧，那是倒数，啊。同志们 ，A 集团军和 C 集团军以及陆军1号，都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接到命令后，长途机动，来到西部军区演习地域集结。指挥部要求2个集团军要在6日之内全部到达，对陆军1号要求3日之内到达。结果呢 ，A 集团军全部到达用时是6天0.8个小时 ，C 集团军用时7天。我听说还有一小部分兵力还在路上爬行，我真不知道还要爬多长时间呢。2个集团军都没有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到位。目前，只有陆军1号按规定的时间提前6个小时集结完毕，而且还按要求齐装满员到位。另外多增加了一个运输机大队，还有一个野战医院分队。在这里，对陆军1号提出表扬。同志们，今天中午，演习指挥部从贴近实战的要求出发，随即设置了一个考试科目，由红军陆航团出动武装直升机前出，对蓝军空中突击旅转场途中机群编队进行空中拦截，其目的在于阻止陆军1号远程机动途中的推进速度，逼迫其改变航向，打乱编队队形，择机歼其一部。由于陆军1号在机动过程中战斗准备充足，在遭到突然来袭时，应战处置妥当，果断先敌发起攻击，最终击毁击伤红军直9武装直升机各1架，空中战术勇猛，充分发挥了直10武装攻击机的装备优势，仅10分钟就击垮了红军的拦截防线，打通前进通道，保障其大机群安全顺利抵达403集结机场。演习指挥部认为，在这场战斗中，陆军1号在远程机动中有效地利用信息化指挥平台，从发现敌情到组织前出作战，做到了决策果断、行动坚决、战术迅猛，取得了反制空中拦截的胜利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我很欣赏这个主动攻击的飞行员，真的。准备，你看左旅长的脸色。我看见了。旁边同志，到。那个你们1营突击营那个江海来了吗？让他跟大伙见个面。报告首长，他头疼没来，在营里休息呢。好，坐。是。左旅长，到。我听说这个江海可是你的部下呀？报告总指挥，
江海同志原来是我团1大队的大队长，现在是陆军1号突击营的1营长。你不就是陆军1号的现任旅长吗？嘿嘿，我还没到任。哎呀，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请坐吧。是。同志们，虽然这个小插曲结束了，但是它拉开了西域风暴演习的序幕。我希望参加演习各个单位都要像陆军1号那样，时时刻刻摆出打仗的姿态，做足打胜仗的准备，带着敌情来，带着敌情走。作为军人和军队，不存在和平年代，只有2种状态：要么打仗，要么是准备打仗。啊，因为没有战争爆发，就不做准备打仗的军队。这样的军队也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军队，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军队。这样的军人没有资格称其为军人。下面，我来谈谈第2阶段演习的部署。报告，接。李副营长，庞副旅长让我把明天的作战计划先给您送过来。给我，谢谢。营长，作战计划送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去给袁营长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。马上过来。是啊，营长，我们的任务是协同 C 集团军的坦克团，从西面攻击进去，从沙姆绿洲这个方向插进去。你看，红军在这儿和这儿设有阻截阵地 ，C 集团军的坦克团想突破这2道防御阵地之后，转入这条枯水河道，沿着河床平坦地段快速前进。就是说，先攻击他的第1道防线，在坦克团过去之后，再攻击他的第2道防线。对。接下来就是掩护坦克团前进。掩护，这是任务要求。那这里怎么办？这是攻入绿洲的最后一个突破口，红军肯定会死守，坦克团想轻易突破是不可能的。这儿最少有一个加强连啊！如果隘口被突破，那估计后方红军这个炮营会再次进行炮火拦截。这条河滩正好在122榴弹炮的射程之内。如果使用反装甲字母弹，10分钟之内，一个坦克营就报销了。10分钟，这么厉害？我在第7团军装甲旅的时候见过他们的122自行榴弹炮营大把，威力非常强大。坦克群如果在这段河滩上冲击，可能连疏散的地方都找不到。那也就是说，红军的这个炮营看似摆在后面，但是作用却是在前方。是，下过象棋的人都知道，沉底炮往往会有出其不意的招数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营长。我们还是建议 C 集团军指挥所改变作战计划，另选突破口吧。好，你给指挥所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我们的判断，让他们慎重地考虑一下。是。营长，袁营长马上就到。好。哎，老袁，接到战斗任务没有？没有啊，没人管我们呀。我看了明天后天的作战计划，都没有我们事儿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呢？哎呀，算了。等庞副旅长和政委回来，问问再说吧。哎，我看明天的作战计划说是你们协助 C 集团军的坦克团，原计划是这么定的，但我们发现这个计划有问题。李东正在给 C 集团军指挥所反映情况，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明天的计划。老岳，营长，我和 C 集团军的参谋长通过电话了。怎么说？他倒是很客气，说感谢我们的关心，但是现在改变作战计划已经太晚了。好像坦克团已经向出发地开进。听 C 集团军参谋长的意思是，他们已经对红军的那个炮营进行过侦察。这个炮营的任务主要是支援南线阵地作战的。目前阵地炮口都是朝向南，而且南边的公路是红军的防守重点。打起来之后，他们顾及不到西边的防线。
这个参谋长脑子进水了吧？这完全是侥幸心理吧？太空有卫星，空中有无人侦察机，地面有电子侦察，他怎么保证不被红军发现？坦克只要在核战地被发现，南方再吃紧，他也会调转炮回来阻击你。你们先回去。王部队长，张安，你们是不是找 C 集团军参谋长反映情况了？是啊，我们发现明天的作战计划有个漏洞，怕他们意识不到，所以就打个电话提醒一下，希望他们明天能调整一下计划，避免吃亏嘛。张安，这样可不好。这不是在咱们自己家里，你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。我们现在的地位不一样了，是配属单位，归别人指挥，你怎么能随便提意见呢？还有，就是有意见有想法，你跟我说，跟旅里反映，由我们向指挥部反映。你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怕晚了来不及啊。那位参谋长是不是没理解我们的意图呀？不是不理解，是很不满意，电话都直接打到我这儿来了。那好啊，你再把情况跟他说说。照他那个方案的，明天肯定要吃亏。江海，我告诉你，我肯定是不会去的。我们初来乍到，又是第一次跟人家 C 集团军合作，一定不能表现出任何不尊重人家的意思。我看这事就算了，你呢就老老实实按蓝军指挥所拟定的计划做准备。哎，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。明天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正规演习，你说上来就给人家搞得不和谐，这接下来的演习你怎么打？听我的，到此打住。这122榴弹炮方向机可以解脱炮身快速旋转，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360度旋转，指向所有红旗方位。要封锁核弹地，那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不是，你是飞行员，你的任务是给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养护，你怎么跟我谈起榴弹炮来了？我看你啊，是越来越不务正业了。好了，抓紧准备，早点休息。等等，头还疼不疼了？谁说我头疼了？不是，你不都疼得蹲到地上了吗？演习指挥部开会你也没去，你也没说要开会啊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在会上，总指挥可是表扬你了。表扬我？表扬什么？击退红机，直升机拦截呀，说你主动出击，果断迅猛。啊，也大大的表扬了咱们陆军1号。演习第一阶段，我们考核是第1名。什么考核？行了，回头让政委给你细说啊。不要翘尾巴啊！不是谁翘尾巴？我什么时候翘尾巴了？别跟我起急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心里装不住事儿，就容易起急。哎，今天时间紧，不说没用的。晚上开会的时候，我跟左旅长聊了聊，把今天的情况跟他解释了一下。左旅长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你就100个放心吧。你呢，跟左旅长要主动搞好关系，别老拧巴着。听我说，转过来。这马上都要一起工作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了。你说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明白了没有？哎，营长，刚袁营长提出了一个方案，你们说，是这样啊？我觉得吧，这个 C 集团军的参谋长，就算不接受我们的方案也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另外搞一个备用方案。备用方案，只需派出1个中队的直师，参与坦克团的空中支援，留下2个中队待命。为什么呀？我总觉得吧，红军这前面2道防线，其实是个假防线。你想啊，仅仅投入2个步兵连的兵力，
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一个坦克团的冲击呢？倒像是一个诱饵。一旦坦克团突破这2处防御阵地，坦克团就会放松警惕，必然要走枯河庄，这样正好处于122榴弹炮的15至18公里的有效射程之内。如果红军有所计划，先打掉坦克车队伍，然后断了后路之后再打掉几台头车，最后就是瓮中捉鳖，2个齐射，整个坦克团全军覆没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但是 C 集团军参谋长不采纳我们的意见，所以咱们得先留一手。我们2个中队的指示，从这儿低空快速突防，插到红军炮营的侧后方，用10架指使，采用先远后近，导弹、火箭弹、航炮依次轮番对地面进行攻击。就算打不掉他的整个炮营阵地，也能够压制他无法向河床方向进行开火。有道理啊。另外，派出6架直10，掩护8架直8，搭载我特战营的2个连，从红军扼守的这个隘口的背后实施激将，从后方攻击隘口的守军。如果坦克团没有遭到红军火炮的猛烈阻击，应该很快就能抵达这个突破口，来个里应外合。2个中队和特战队什么时候出动为好？我认为啊，就看坦克团攻击这2道防线的难易程度。如果是死守顽抗，那就说明是真抵抗，那我们就晚点出动。如果一攻击溃，那就说明啊是虚晃一枪，是想引诱坦克团进入核弹地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提早出动。我看行。老袁、李东，你们赶紧把这个备用方案做出来，我先去找政委沟通一下，然后再说服广委。好。
这么复杂的一个行动，这么多的直升机装备突然拉动，本身就有一次实战性演练，困难之大，责任之重，可想而知啊！啊，今天总指挥宣布我们考核第1名，我惊呆了，但是高兴啊，只是不敢显露出来。身在曹营心在汉。其实我可以过来了，但是郭部长又给我指示让我等他2天。怎么，首长要过来啊？我那边工作已交接完了，严大队长在那边负责，政委也在。你说，哎，我们就是过来8家置酒，地勤保障人手够啊。那你明天过来就算了，老庞可是天天盼着你过来呢。哎呀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A 集团军方面对扩旅工作很重视，也很慎重。扩编不像新组建这么单纯，干部调整就更复杂了。谁晋升，谁平调，这牵扯到方方面面。新旅长不到位，编制班子就不能宣布。哎呀，等于我现在还兼着那面的团长，还是这面没上任的旅长，我都不知道我是属于蓝军还是属于红军了。是，这倒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啊。哎，老庞跟江海处的怎么样？微妙。什么叫微妙啊？就是看得眼花缭乱。你也知道，大多飞行员啊都有个绰号，老庞的绰号叫锦先生。哎，陆军1号没人知道，我这还是听他们老部队的人讲的。干飞行这么多年呢，从没出现过任何险情事故，就连买菜过马路，他都要左顾右盼10分钟，确定绝对安全才迈步。有点书生气，爱较真儿，认死理儿。可碰上江海，也是一根筋，认准的事儿啊不让步。我原来以为呢，他俩在一起啊磨合一段时间，就能互相通融了。可江海啊，想法来得快，点子多，这老庞就有些招架不住了。江海啊，属于爆炒型，一个情况出来，先考虑怎么把事办成，怎么达到目的，3下5除2就能想出1、2个建议和方案，推着我往前走。这老庞啊，属于小火慢炖型，遇事啊，先考虑有没有上级的指令，如果没有啊，再看看是否合乎有关条例，如果也没有，再看看是否有没有先例能依据，如果都没有，必须先顶住，然后上下左右做工作，不全力支持，也不全力反对，等待上级的意图。一旦上级意图清晰了，老庞的执行力还是可以的，并会有超常的发挥。他们俩呀，基本上就是这么种关系。那你呢？我左右逢源呗。江海就像油门踏板，老庞啊就像刹车踏板，超速了我就让老庞踩刹车，要爬坡了就让江海啊踩油门，我把着方向盘。反正这几个月啊，这台车就是这么开过来了。哎，你来了好了，咱就有导航仪了，你说怎么走，咱就怎么开。现在看来，我没来啊，是对的。我要来了，不见得有这种局面。不会吧？哎，不过老庞啊，肯认输，知错就改。这江海呢，也学会乖巧了许多，跟老庞说不通就找我，这很好啊。一团和气并不一定是好事啊。是，观念不一致，不见得思想不统一。哎，你还没见到江海呢吧？我不见他。为什么呀？我还没修理他呢。行啊你还记仇呢你？深仇大恨。报告，金营长过来了，说有事找你。哎，他人呢？他在作战室。去，你把他叫来。是。你看，说谁就到了。行了，一块聊聊吧。你干嘛去？外头待会儿。哎呦，
进来。政委，江海，这么晚了，找有急事吗？还真是有急事儿。快坐。有人啊？没人，什么人？明天这个计划呀，我们发现有点问题。但是 C 集团军的指挥所认为没问题，我们就想在大计划不变的情况下，为了以防万一。什么万一啊？就是红军这个榴弹炮营啊，对坦克团那是最大的威胁。哎，我们做了一个备用方案，看看。这个就是红方的炮阵地。这个是我们突防之后的攻击位置。这个是特战营的机降位置。只要压制或者消灭掉他这个榴弹炮营，那坦克团和特战营就可以例外加急。这个备用方案，如果 C 集团军的参谋长能够同意，那明天这一仗100%能打胜。那他要是脑子进水了，非要坚持用他原来的方案，明天这一仗不把他打死，也能把他打个半残。江海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是想啊，政委你去找庞威说一说，就让他去找 C 集团军参谋长再建议建议，争取能采用我们这个方案。哎，政委，我这可是充分考虑了，给那位参谋长大人足够的面子了。他们的老方案照用，上来先按他们的计划打，不行我们的备用方案再上，但是他得通知坦克团配合我们，最好能听我们的指挥。江海，你说的这些吧，对我来说似懂非懂。要不，咱们征求一下左旅长的意见？不，你征求他意见干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呀？他是旅长啊。旅长，他马长也不行，他是我们的敌人，是红军。你征求他意见，那不是把羊羔子往狼嘴里送吗？哎呀，不至于吧？哎呦，你是不了解左旅长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没事啊，他喜欢装傻充愣的啊。其实老谋深算，你根本不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呢。你知道他外号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老猫。什么是老猫啊？就是老是半夜出来溜达，走路一声不带响的，就算他走到你背后，你都不知道。然后装着没事一样，左闻闻右看看，猛地扑上去，咔哧给你一口。江海啊，你还真得当心点儿，是吧？是啊。哎，那你到底担心什么呢？我担心泄密呀！哎，你说你征求他意见，他一转手送给了这个红军的指挥所，那咱不成了情报泄密了？是啊是啊。哎，政委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啊！他要是知道了，他新账老账跟我一起算。